hawaian.我们开车就很容易到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。可是用走的方式就不一样，因为你会很仔细的去看旁边的河川啊，旁边的水沟啊，旁边哪里不一样啊，可能跟过去好像有一些不一样。然后发现，怎么那么容易看到海岸线？过去好像是很多密密麻麻的树在那边，现在房子变多了，然后但是那房子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房子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开发，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好像停不住的脚步，但是还是觉得说怎么这么快，好快哦！我们都还来不及去阻挡，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发生。很多问题，我们这都有符合法律规定的，不要再提这个问题。你是什么身份来质疑我？你是身份？你这样啊？赶出去了！你是谁啊？我们只开会的会员了，赶出去了！开放问题，这是你们的公权力。你不能开问。我拿出手，违法环评，立即解散！违法环评，立即解散！主席逃跑！主席逃跑！主席逃跑！环保署，你们在讨论，我们在旁边。只要你们表决上，我们才要离开。这是环保署的决议。地方你怎么下呢？我们在场。还我新闻自由！还我新闻自由！还我新闻自由！本案呢，有条件通过。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密室环评是违法的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告诉我们结论叫做有条件通过，但是各位媒体都有拍，看不到任何条件，空白的条件。开发单位在他们的 PowerPoint 里面放了他们请部落的法医跟法医跳舞的画面，他们说这就叫做推广文化，这就叫做文化保存。我只想大家闭着眼睛，想着那片美丽的海岸山脉，想着夏天有个平静的海浪，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米拉利，这些美丽的东西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Semenai nandawari yang kai umaru umaru kana dari umaru. 我
上那一次的环评是在我们的定义是不应该开的。可是还是开了，而且是有条件的通过，对我们来讲是失败的一个战役，就是一直失望。朋友就说：“那要不要来去开刀？”然后之后又有朋友说：“那要不要用走的去开刀？”其实很单纯，没有想很多。那大家觉得好，我们再试试看，还有没有可能让这件事情有更好的结果？上山没有问题啊，就不能走。原来海边的民族也蛮伟大的，可以走那么平的路，而且走那么多年了，就是真的不习惯走平路。走第一天就起泡了，第二天泡中泡，早上再穿针引线，那个水是很多的。就觉得自己是一只大象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很怕自己不能走到台北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平常常去台北啊，就用很快的方式嘛。这次用这个方式，就希望自己走得到，就是很单纯的希望大象走得到台北。海水倒灌之后，政府就开始放消波块，但是越放越多之后，其实有发现一个反效果，就是那些海浪啊，它的力量打到消波块的时候，它的力量是往下挖的，变成是说那个消波块它会沉下去，然后它就要再放，然后之后那个消波块又被打下去，它又再放，我们现在要放第3、第4批了。我以前我在跟澄清，这边是沙滩，完全就没有这些建筑物。游泳的时候，哎，你要带一张报纸，因为走到一半可能脚已经烫死了，你要先休息一下，就好像吸一下，哎，站起来，哎，轮流的还在走了，大概2分钟才有办法到海边。那讲的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如此啊！以前是，哎，没有饭吃，我说啊，先煮饭，然后再半个小时再去打一打上来，哎，妈妈从山上回来，哎。怎么会有龙虾？有什么没有啊？随便捡一捡。原本这边海底里面它不会输给国联，那个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些热带鱼啊，它真的是就是几乎可以摸得到，啊，它不会怕的。啊，曾几何时，现在海底里面真的就是都已经破坏的已经殆尽，真的是。有时候会潜水，会真的是会掉眼泪。Kais menai nanda wadian kai umadu
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艺术家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啊，你自己的创作做得好什么。可是我觉得东部有一群艺术家就是很不一样，就会觉得这个土地跟我们就是有关联，我们可以试图去做些什么。反财团入侵，反财团入侵，反山海剧场，反山海剧场，好三元化，好三元化。我就加入你们一起走了，哎耶！我们的祖先的存在是真实的，我们的生命的存在也是真实的，我们经验到的生命经验也是真实的。可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瞎眼啊？为什么就是看视而不见？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？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吗？就是说，国家把传统领域还给原住民族，为什么这么困难？捍卫土地！拒绝祖灵！每个人练习1、2、3，跳起来哦！